好，我们来看看哦，这个也门现在这个面临到美国的一波一波的攻击哦，这个画面让大家觉得讨论度非常的高，哪怕外头正在可能世界轰然作响，但是呢，也门的居民可能已经对于这些空袭哦非常的淡定。我们看这张照片哦，就是从影片当中截取出来，在这个萨达里面哦的店家哦，这个老板就坐在柜台，但是外头却出现了这种空袭的声音，老板还是不慌不忙的。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看了其实让人蛮鼻酸的哟，就是在也门那边的居民，他们所面临到的这10年多来哦，空袭已经成了日常了，因为联军的空袭哦，其实很多也门的居民逃不胜逃，日子只能继续过。那小孩子的话，面对到这样的恐惧，大人也只能就是说，把孩子抱过来，就是做你最温暖的臂膀哦。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该怎么样往下走。可是，这对照出来，这几天大家不是在讲说，美国他们自己还拉个群组，然后把这个美国的媒体人，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也拉到了群组里面。在里面大家就谈起来啦，说什么此刻天气很好，我跟司令部确认啊，那我方来启动行动。然后赫格塞斯呢，就现在目前美国的国防部长，他就讲到说，接下来美东这个12点15分 F-18 起飞，1点45分 F-18 第一轮空袭开始。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个要嘛就是现在大家讨论的是说，这个军情泄密的事情。可是，在我们大家其他人看来，就觉得，好像你们就是不痛不痒的在说这些事情哦，也是少了很多温度。但是对照你看也门的民众是怎么样的无奈啊？那这个事情呢，因为大西洋月刊竟然被拉到这样的一个国防机密群组里面，白宫的说法是什么？这是讨厌川普的人士所捏造的另一场骗局哦。那我们刚刚念的这些内容是大西洋月刊又吐露出来一些这个群组里面出现的内容。那目前呢，他们是不是有点恼羞成怒？比方说，国安顾问沃兹他就讲说：“哎呀，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加入啊？我是没看到这个废物在群组里面，我以为是别人。”那马斯克在 X 平台上面讲说，大西洋月刊是没人看的呀。然后川普还转发了这一个贴文，说大西洋月刊快要倒了，所以开始用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也要歼灭这一个媒体人呢？那大西洋月刊也给予反击，他说：“既然你说不是机密，那我也不保留了。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些之外，他说那我就全公布啦。那你们既然说不是机密，那就没有什么泄密问题嘛。本来他还是有一点忧心说，因为基于机密，我不能公布太多。那再来里头还有透露出来，就是他们对于欧洲同样也是那种上对下，然后看不起的这样子的一个语调哦。他们说欧洲是在吃白食啊。你看啊，这个黑海停火谈判会取得重大进展啊。这个川普是这样子说，强调美国最终会完成俄乌停火，其他国家也提供强而有力的帮助，但是欧洲一直在吃白食，在乌克兰、北约贸易问题上面都没有发挥实质作用啊。他们一搭一唱。那范斯讲说，反对空袭计划，认为美国贸易只有3%。这个他是在讲那个，就是反正货物通过苏伊士运河，欧洲是达到40%哦。那这个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他很厌恶在帮欧洲在解困啊。那赫格塞斯就说，我同意你，这个副总统完全理解你对于欧洲不劳而获的厌恶，真是可悲啊！所以你看，这个川普们就看待任何人是不是都
都看不进眼里啊。那再来看到了这个马克宏，他们现在说，现在欧洲要自立自强啦，我们要这个进驻乌克兰部队，但是欧洲并没有派部队啊，所以现在目前是不是讲了也是等于白讲，还说要打造这个核保护伞，但是呢，这个欧洲恐怕现在已经渐渐在俄乌方面已经失去他的角色了。泽伦斯基该怎么办呢？他在巴黎讲说，普丁在为接下来的春季攻势正在做准备呀。那我们来看看马凯硕，他其实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也在台海问题上面也提供非常多意见哦。他说，俄乌问题现在彻底暴露了欧洲的无能哦，还想自救，我劝他们赶紧联系一下中国吧。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次的整个就是群组国安群组当中的这个事件，你看他大概从15号开始，连续1个礼拜打了47波，而且是24小时不断的打轰炸，大概造成了有53个人死亡，到目前超过100人受伤。刚刚看的画面就是如此。那在这个之前，他们就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讨论。那这个讨论里面大概有10多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点，他用民间的加密软体叫 Signal， 那是2012年在加州成立的。那第二个，他把不知道有意还无意现在在调查，他把一个媒体人拉进来，《大西洋杂志》。我当然听过这个杂志，这杂志怎么会是一个小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比较是有一点知识分子，然后讨论政策的杂志，很重要的。然后呢？第3个就是说，大家在里面交换意见已经没有忌讳。然后最重要的是，一些轰炸之前的规划，在轰炸前至少2个小时，他就在这个群组里面抛出来。所以如果说这个情报泄密的话，那事实上完全就可能会造成这个情报的泄密，然后呢这个军事行动的失败。我觉得几个问题第一个，他完全没有国安的意识跟这个专业。因为美国自己内部，每个国家自己内部都有这个 intranet， 就是网内政府之间的这个网络。而且讲句实在话我做过国安会副秘书长，这种事情不会在网络上讨论的啦。管你往内往外，管你什么打，不会这样子在这个公开，只要是在就是电信上面可以拦截的，不会这样子讨论的。那第二个，他非常粗糙的一个国安的决策。那这个副总统在里面讲什么东西啊？然后一些情绪的字眼啊，那国安顾问怎么讲啊？然后国防部长怎么讲啊？这3个人，副总统算了那但是这国防部长跟国安顾问都没有任何外交、国安、谈判、军事的经验，没有。他会告诉你，我以前当过兵啊，我也当过兵啊，对不对？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他鄙视欧洲非常的严重，在这个里面呈现了出来。不过我这里面观察到就是有一点副总统在里面，这个是一般比较少见的。通常副总统不会在决策圈的范围里面，往往是最后决定的时候在跟总统一起开会。所以万斯这个角色将来我们密切观察，在这个群组里面居然有万斯，而且他表达意见。那至于说对欧洲不满，其实倒过来，我觉得他们是对欧洲觉得总是在高高在上而不满，是他们自己心虚，整个川普团队心虚。简单一句话，至少在国安层面，川普团队就是草包团队。好，来请教邱老师。从这一个国安群组的乌龙事件，第一个谈他的心态。你看里面这堆人，副总统范斯、国安顾问沃尔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再加上中情局的局长，都是国安团队的大人物。可是你听他们的对话，就把战争当儿戏嘛，把生民当刍狗嘛。而且有没有国安的概念？没有啊。川普上来以后，第一次动用军事力量就是针对胡塞武装。可是针对胡塞武装的轰炸里面的作战计划、行动方案都在群组里面揭露啊。你从这里面就看出来了，他们的观念是怎么样，他的意识之轻忽如何。而且怎么会把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哥德堡给放进来呢？大西洋月刊
历史很久，知识分子给他很肯定，但是他的立场跟川普是大相径庭，他也一直对川普是有意见呐，他批评川普是不遗余力的啊，从川普的1.0到川普要连任，大西洋月刊就摆明支持拜登啊，到这一次大选，他也是攻击川普的啊，你怎么会把哥德堡给总编辑给摆进来呢？这不是裸奔吗？让哥德堡来看你这些国安团队的大官们在那边裸奔吗？把你们的百态都揭露在世人面前吗？你不觉得很荒唐？好，那这件事情，依照哥德堡的说法，是谁把他拉进来的？是国安顾问沃尔兹把他带进来的。所以这个问题更严重啦！你白宫首席的国安顾问沃尔兹，把一个跟你敌对阵营的、跟你不合的、跟你有很多矛盾的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摆进来，这什么意思啊？不管是乌龙、疏忽还是有意的，都是大问题吧？好，那为什么是马斯克去调查呢？马斯克不是白宫正式的阁员啊，他的政府效率部是要降低、是要减并这个联邦的部门，是要裁员、减少开支的，是要瘦身用的。你今天让他来调查这个国安群组里面的泄密事件、乌龙事件，什么原因呢？所以我觉得川普的整个内阁乱套了，你知道吗？好，而在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刚才有明兄讲的，他的厌欧情节很重嘛。范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里面，不就是当着欧洲的这些大人物去羞辱他们吗？引起了已经很多纠纷了。那现在看起来，范斯对欧洲的成见之深，比我们过去所了解的更深。所以不是有个传言吗？说川普想退出北约，川普想甩开欧洲这个包袱，我看是真有其事。最后一点，你不觉得从这一个泄露出来的信息里面，告诉你说美国其实外表好像是个大人物，可是就好像穿着西装的乞丐一样，他其实有那个霸权失落的黄昏感，有那个霸权失落的危机感存在。2个航母战斗群去打胡塞武装这个赤脚部队，结果呢，好像也没有打出什么成果出来，胡塞武装还是一样那么厉害。所以从这里就看出了整个美国的霸权其实已经日薄西山呐。好，请教将军。这个有一首歌哈，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哈。那现在来讲，我们在这个讯息里面挖呀挖呀挖，发现讯息很多第一个就没想到这个美国的高层哈，跟欧洲有很多的这个不满不和，这是挖出来第一件事情。我刚刚又挖到一件事，他说什么？你看这边讲的这个，如果说小组里面有其他人员将这个讯息发给青年组织来讲的话，会造成我们海军飞行员遭遇到不测。那代表什么？你就知道这群组里面有人会把讯息提供给胡塞组织，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代表美国，你这个国安高层里面彼此并不互相信任哦。我们合理来讲，国安高层应该是这个最忠贞的、最团结的、彼此信任度最高的。可是他居然提出这种警告，就代表说他觉得我们这群组里面是不是不管是谁我们现在很难推测是谁，一定他们认为说会有人将这个讯息，也就是泄密了，直接泄密给胡塞。如果说你将这个讯息泄密给胡塞的话，因为胡塞就会这个造成我们飞行员不幸，因为你飞机几点钟起飞，几点钟到，那胡塞可以好整以暇，在那边以逸待劳做好准备。第二个来讲，你看。这个发射的时间我们再挖一点。这个发射时间来讲，战机起飞的时间跟到达的时间30分钟。那如果说是 F-18以它的这种1倍音速来飞行的话，是1235公里，也就是说半个小时到达，大概航舰的距离他们也门攻击地600公里。我觉得这泄露好多机密在里面。如果说仔细去找的话，发现这里面不管是从国家战略的情报或者是战场情报，几乎都已经泄密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
过几天，4月2号啊，川普的对等关税就要上路了哟。那他现在其实还有特别就针对这个汽车关税有提到要宣布苛征25%哦。那汽车的零件也都入内。那他讲说啦，这个汽车产业回到美国制造，他觉得非常的兴奋呢。美国可能在2年之内可以获得高达1兆美元的关税收入啊。那他瞄准非常多的这种进口车，什么轿车、休旅车啊。但是呢，其实呢，真正的这个关键点就是未来只要这个不是在美国境内组装的汽车，都要面临到25%的高关税哦。那即使说这些零件是来自于，可能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也不行，就是反正就是要在这边组装啦，因为它就是要创造这个制造业回流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嘛。那他说这次的4月2号来势汹汹哦，不会再开太多特例哦，就有些是之前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嘛，要么就是时间到了又延缓。他说不会，这次不会有太多的例外哦。那但是呢，他说还是会有一些特定国家税率会较低一点，所以自己又这样子有一点小转折了。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关税哦，恐怕欧洲会伤很深哦。那德国现在是大家预估会是这一次最伤的一个主要的影响国家。那人家讲说你这样讲都要在境内组装，是不是有点独后特斯拉啊？人家在质疑是不是马斯克给予你这个方向的意见？他说没有，这个马斯克没有提供任何的意见哦，因为这个接下来对特斯拉影响其实是比较中性的，反而没有太大的影响哦，所以人家就在质疑了。他说马斯克是没有在生意上面向我求过任何帮助的，又在替马斯克说话。川普是这样子来对外解释的。但是马斯克现在真的已经变成了美国境内先姑且不论境外，境内很多人已经看不爽马斯克了，重重影响到了特斯拉。然后呢，他的这个 Doge 啊，也是得罪了很多人，让很多人失掉了饭碗，没了工作。那你看，现在 Doge 又瞄准2个公广媒体砍金元啊。那川普讲说，我很乐见他们走入历史啊，因为他们带有立场偏见哦。但是后果是什么？全美有44州因为这个Doge东砍西砍呐，再加上这个关税的风险呐，多重这种负面消息影响之下，有44州已经出现了衰退的警讯哦。这个恐怕影响自己美国经济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们这个54家大陆的企业，美国又把它列到了一个制裁名单去了。他们说这个54家包含香港的这个浩赛仪器呢，接下来马上28号这个制裁名单就要生效了。大陆立刻予以反呛啊，说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违反国际法跟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在破坏全球的供应链哦。还不止如此呢 ，TikTok 他们又继续在那边找事情了，就说。反正他前面已经抛出一堆要加税的，结果加税背后又还有一个谈判的作用，就是我先给你在那边施压，然后就说，那你也可以减税啊，但是呢，我要拿你 TikTok。那 TikTok 真的是影响他们现在可能这个社群舆论上面最主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平台所以他很想要拿下这个 TikTok。那 TikTok 呢，其实他的这个创办人也就是张一鸣，字节跳动他现在有最新的消息是说，他是中国大陆的首富嘛。那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来 TikTok 的影响力不仅是在大陆的这个他们境内的抖音跟这个海外版的 TikTok 其实影响力都非常之大。所以为什么美国非要拿下 TikTok 不可？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邱老师。川普对关税的功能呢想得太高了，他一直把关税当成他的武器，当他的政策工具。可是他单凭了关税，他要解决贸易赤字，要解决财政赤字，要解决美债的问题，又要把半导体的供应链把它转移到美国去。那又想要让美国的传统产业，像造船业啦、钢铁业啦、汽车工业啦，能够再度的振兴。有一种政策工具可以同时完成多重目标的吗？以为万灵丹。是啊，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好，再者，你今天如果采取关税战，美国现在的停滞膨胀已经很严重了。什么叫停滞性通货膨胀？就是它已经出现了通膨的物价上涨率持续提高，它的失业率也增加，所以既衰退又膨胀。这时候就使得联准会要降息的空间就越来越小嘛。
那川普不断的去威胁联准会要鲍威尔要降息，可是问题是现在没办法降息啊，降息通膨就上来啦，人民的生活成本又提高啦。那这时候工作不见得那么容易找，因为就业市场来说，它有摩擦性、有结构性，所以它没有办法迅速找到工作，所以当然会造成民怨嘛。所以为什么川普上来以后，他的整个的满意度并没有维持高档，他的满意度是下跌的，很快的已经来到了死亡交叉了，就是因为他把关税的功能看得太高了，而他现在面对的全球化的一个环境，他要利用关税来把美国的利益当成至高无上的目标，怎么可能呢？在全球化这么多年的全球化之下，各个国家都已经找到许多替代市场了。你美国高关税，人家可以找到别的替代市场啊。你美国如果采高关税，你反而造成转嫁的效果，造成美国国内的通膨，而且也产生了美国相关制造业的生产成本的提高，竞争力反而衰退。所以川普把这个关税当成太重要的政策工具，当成太重要的武器。当然有时候会有个案式的成功，像他要把非法移民要送到哥伦比亚去的时候，哥伦比亚总统拒绝不让这个军机降落，他就可以说你不同意我就给你课关税25%，再不同意我就给你关税增加50%啊。格陵兰岛可以去威胁丹麦，说丹麦如果不肯把格陵兰岛给卖出来的话，那他就会如何提高关税。但是问题是，遇到大部分的情况，每个国家都是你有政策我就有对策吧，他真的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请教杨老师。其实过去这200年来，国际贸易这个关税是经常被一些国家使用。19世纪的时候，美国的关税高达到40%啊。现在川普就想学习，想要模仿。那个时候19世纪末最后那一位总统叫做威廉麦金利，关税跟西班牙打仗，取得了菲律宾、关岛跟古巴，所以有没有点像？但是19世纪末跟现在可以比较吗？所以他这个高关税比较会像是重复1930年的大萧条，但不会是全球性，至少会在美国，很有可能。可是他也知道，因为我觉得他用的这些就是商务部长跟财政部长也算是有能力的人哦，华尔街打滚几十年，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对等关税讲得很大，它其实都是一个谈判的策略。所以这个对等关税在4月2号说要开始做，刚刚也说所有的这个赚我钱的国家，对我不公平的国家，我通通都要割一样的这个对等关税，没有啦。第一个，它可能是针对性的；那第二个，它可能是要跟各个国家去做谈判的。现在包含加拿大、墨西哥，可能都说，哎，我跟你谈对等关税。然后呢，第三个，这个不是全部的商品，也就是说，它针对特定的这个商品。他要的这些商品，什么样的商品呢？他大概能够收到一点关税，同时呢，也能够去有效的达成双方的贸易平衡。第三个，逼得你这些厂商可能要到我这边来设厂投资的，他会有所选择。那这样子的话呢，他是可以达到一些他的效应。可是美国人民要买单，美国人民的这个通膨美国人民的这些东西变贵大概是注定的。我现在比较重视的是说，川普这一次对中国大陆采取的这个54个企业的清单这个叫做川普科技战2.0就是展开了。因为科技战其实虽然是开始在川普1.0，可是主要是拜登在玩，拜登在做全面的布局。那现在这个川普显然呢要加码，但是还能加哪些巨码，哪一些筹码 ？TikTok 是一个，然后呢，现在制裁的这个名单是一个。那可是呢，他现在同时又想跟中国大陆去谈，那我觉得他想要去谈的目的也是一个施压那北京现在很清楚了，因为媒体有说，4月要谈，4月川普要去这个大陆，6月习近平要去这个美国开生日趴，结果都没有，结果是美国那个参议员川普的好朋友告诉我们说，年底吧，我猜年底的这个 APEC 会议看看有没有可能。那但是呢，中国大陆在这段期间呢，可能会影响美国，你自己要想清楚，川普，你要什么东西？
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如果只是为了打压中国，要搞科技战2.0，或者是川普的关税战2.0针对中国，那当然不会怎么再跟你去谈。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科技战2.0最后会把那个 DeepSeek 给禁掉，因为最近 OpenAI 已经公开的要求白宫禁 DeepSeek， 这我们就看他下一步的作为了。好，请教将军。我们一直认为说是以川普这个美国这么强大一个国家，这个智囊团那么的聪明状况之下，他任何一个决策都是经过很这个深思熟虑的讨论之后，专家会议之后才做的决定哈。那我们一直认为关税也应该如此，因为关税我们都知道是一体两面嘛，是双刃剑，可能伤了别人，也可能伤了自己，对全世界经济有很大影响，对美国的通膨也会造成很大影响。那我们都一直以为说是川普做这些决定，应该已经分析过利弊得失才做出来这些决定。但是自从这个国安泄密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发现说是川普做这些决定，做关税的决定，是不是也跟这个国安这个轰炸胡塞那件事情一样，是很率性、很直觉的，凭他个人的想象，凭他个人直觉，他就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没有经过很多专家的讨论。那因为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川普关税政策从他就任之前到就任之后，到现在变了多少次？那一开始是说就任之天就要这个对美国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加征关税，后来又说给30天的时间然后这个原来要征收25%的关税，后来现在又变成对等关税然后又冒出一个这个 dirty 15肮脏15这个名字出来，所以我们觉得他每天在那边变来变去，因为他突然发现做这个可能也会伤到这边，做那边也会伤到这边，可是他又必须要这样做。就像是木材来讲的话，当然他是跟这个加拿大进口木材，但木材加工有很多层面，比如说做软木塞，你木头不是从山里面树木砍下来就好了，你怎么运出来？运出来那都有相关的机具，你要做成软木塞，有没有相对的工厂？有没有相对的技术？那你不是到美国的山上去砍一些木材就做得出来这软木塞？另外来讲，我觉得跟 TikTok 这个交易也是笑话一则了。TikTok 是一家民营企业，它要卖不卖随它嘛。但是我们也看出来，美国的一个这个窘态他当初要进 TikTok 加这个喊得嘎天炸响的，但突然这个发现说是 TikTok 变成说是小红书的难民，大家都跑用小红书了，你进不了嘛，这种想法进不了。在这种状况下，当然川普是说暂时缓下来，可是这个面子还是放不下来。那你跟关税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会出来说我降你关税，那你这个要答应把 TikTok 卖给我。我觉得这种交易好像很纯粹商人交易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是这种交易反而更凸显出来这个川普在关税做任何决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没有经过讨论。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各位朋友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今天大家真的是要来关注一下这个全台首次第一场社会防卫韧性的实地演练，现在在台南登场了。那这个我们看到赖清德也特别去视察。那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是什么呢？来看看我们的截图是什么。赖清德一进场的时候，先跟 AIT 致意2个 AIT 的这个穿着这样背心的人，背对着镜头，马上是跟 AIT 致意一番那鼓励言全程参与，这是不是也代表着这一个行动或者是这一场演练是美国需要看到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台湾这样准备好要备战的决心所以这第一次这样子的一个实地演练，赖清德也到场了。那赖清德之前不是在讲说什么呢？我当总统战争风险最低现在时空一变，为什么我们感觉战争感这么浓为什么我们已经搞到要这样全社会防卫韧性这样子实地演练，而且说接下来各县市通通都要展开那要演练些什么呢？就是从美国来的一套系统就是整合军民应变协作。那参演的人包含了防卫室还有这个民防总队、关键基础设施的警力，还有替代役，大概是400
300人哦，还有民众500多人。我看到民众就在现场，你要到防空洞演练，说比方在那边如果有炮弹的话，你要这样子双手遮着眼，嘴巴要张开，就是很实际的，就是你在战争中遇到状况，你应该要怎么样应对。那我们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要知道我们在战争时候该怎么做了嘛？这是不是透露出非常强大的一个讯息哦？那说以实地操作的方式来检验地方政府跟民间面对灾难以及紧急状况的时候，大规模疏散撤离，还有收容安置、扩充急救场所这些应变能力啊，那找出一些这个等于说演练当中有没有一些问题要改善？那还有呢，他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前进外科小组，前进外科小组就是顾名思义啦，就是可能比方说前方发生了一个危机状况爆炸，有很多人需要外科处理，所以才需要有前进外科小组。那现在主要是从这个三军总医院这边，因为前2天这个赖清德还去到三军总医院的这个松山院区这里哦，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有成立这样子前进外科小组了。那这个其实参照这个美方的装备哦，来引进一个车厢，那车厢上面有手术台，然后还可以当场进行一些手术哦。那这个大概耗资2亿元，那军方是提供了一些这个相关的装备，但是军方这次没有参与，主要是民间自己来进行这一次的演练。这是不是释放一个很强烈的我们离战争很近的讯号呢？那再来，为什么选台南呢？我们也觉得很好奇哦。我们查出了几个迹象，蛛丝马迹。迹象1，昨天大家有看到林传媒的一个独家消息哦。大陆在2月26在高雄屏东外海不是进行实弹演练吗？那当时呢，我们就几艘军舰去到那边，说有这个全程掌控，但是呢，因为照片回传的速度不够快，照片的这个品质不佳，所以后来三舰的辅导长全部都被拔官调职。为什么这么大动作呢？是不是代表台南很重要？而且我们前面这个也是第一个选在台南。再来，3个月前这个中国大陆的党媒就是《环球时报》，他们也有公布一个照片，那就让大家惊觉说，哇，原来台南外海有两岸的10艘军舰在外头对峙所以大家是看到了这一个消息，是不是大陆是瞄准了台南在做一些相关的演练，所以我们这边才有赶快紧急应对的一些军舰在这儿那再来迹象3，我们搜寻到了在国防部里面，他们有一篇叫做反登陆作战的研习，他们认为呢，台南是一个可能就是第一选项的登陆点研判是敌人第一想要夺取的点，比方说像安平港台南机场因为呢台南这边的海岸线的纵深比较短浅，平均距离大概是5到15公里可以抢滩登陆的一个好地方，所以是不是这些种种迹象都已经显示台南为什么是第一个被选择要社会防卫韧性实地演练的地方？当然它也是这个赖清德的本命区那还有我们看到了现在目前台海的紧张，刚刚有一个快讯，大家各个新闻台也都在报道，这样子是不是又有一些这个争端要起来了呢？我方的海军中和军舰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船只发生了擦撞，然后海巡是到场去进行一些相关的搜证，这个是发生在凌晨0点38分，在台中港的外海45里怎么会跟大陆籍的这个渔船发生这样的擦撞呢？那我们看看现在有一些分析就是全民防卫吓阻专家认为这反而会引来军事强权的无差别攻击，因为我们民都不是民了，民都变成就是我们可以变身，就是我们会有这个防卫能力，我们也可以变身成军人的话，那就可以视同军人的这样子或军事的这种对象来做进行这种攻击所以可能会是一个无差别攻击。那军方人士指出，如果美俄等军事强权只要决定开战面对到城镇作战也从未退缩所以如果我们全民皆兵的话，是不是就会面对到这个状况？再来，台湾很小，可能会无处可躲。那现在目前大家看到的几个模式，一个是乌克兰模式，乌克兰它其实是地比较大的，那它是有地方逃的，但是呢，他们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个模式，叫做加萨模式，就是无处可逃的那种。台湾如果变成加萨的话，会是死伤非常惨重的。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将军。确实是如此台南有一个海滩叫喜树海滩，
就在安平港旁边哈。它虽然说不是红色海滩，但是它是黄色海滩，也是适合于这个正规登陆的一个海滩。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冈山有这个战车部队，就是要对这个地方做反击作战。那要在这个地方做反击作战，很重要一个支撑的地形要点叫踏底山哈。这个踏是3点水在一个类那个日哈。但是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地方啊，大家都如果说就军人来讲，都知道以前是要塞堡垒区，那现在已经改成观光要地了。所以说，我觉得你到底这个民党政府你在搞什么啊？你都知道人家会在这边登陆，结果你把一个要塞堡垒你把它撤掉，改成观光，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玩。台南观众，我希望你们有机会的话，你去踏底山玩一玩，看一看哈。现在是很漂亮一个风景区哈，已经不再是军事堡垒要塞地方。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地方没有据点当做支撑的话，你反击部队怎么反击？你根本就没有阵地了嘛，那不是在骗人吗？那第二个我们讲说，这是这个为什么海军这个拔3个关哦？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同时3艘军舰，这3艘是1级军舰，海军它分为1级舰、2级舰、3级舰。1级舰的舰长是上校，2级是中校，3级舰是少校舰长哦。它这大概比照我们陆军就是旅级、营级、连级的那种编装。所以他是1级舰的舰长，他的辅导长是中校辅导长，那怎么可能3艘1级舰舰长三个辅导长都是这个反应这么迟钝，连照一张相都传不回来？那而且在不同地点，大家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你说一个人可能是他反应比较鲁钝，那怎么可能3个人在同一个时间3个都传不回来？这只有一件事情嘛，就是电子战被人家屏蔽了嘛。所有讯号全部被屏蔽掉了嘛？3艘军舰你跟人家对峙，人家电站的讯号比你强，整个把你盖，拍了也传不出去，就是把你盖台盖掉了嘛。那试问一下，战时的时候，我们暂时讲 Link 16只管通勤的系统，我们花好多钱去买了 Link 16，也就是说你在衡山指挥所那边海上传过来的相片、情资立即的图像，空军战机传回来立即图像，你都可以整合在一个荧幕上面，然后坐在那个地方的这种不管是参谋总长或者总统来下决心，来用哪一条军舰去打哪一个目标，用哪一艘的这种飞机去攻击什么地方，你应该立即图像，不但立即图像传过来，电子信号也要传回来。那怎么可能连个相片都传不回来？你用 LINE 也传回来了，那代表说是这个时间点，我相信所有的讯号全部被屏蔽掉了。那你看看，我们看看，在各位去看那个时间，怎么搞那么久，说是传不回来？那不管是照相角度或怎么样，这有什么难的？抄一张照片，我觉得很可能的，是不是在电子战方面已经输人家一截？当然，就海军来讲的话，不敢讲实话。顾立雄没关系我现在跟你讲，可能海军将领不敢跟你说实话，说电战已经输给人家了，所以说拿这3个中校辅导长。这个人头用一下，记起给你听。但是你要真的是了解实情，为什么是这个样？是不是电子战输给人家？如果真的是电子战输给人家，你国军要想办法加强自己电战能力啊！从 Link 16赶快去买 Link 22啊，花再多钱你都要买啊！不然的话，你连个相片传回来，你战时的时候，我电话怎么传回来？我目前在什么地方发现什么几艘军舰，发现几艘快艇正在向我实施攻击，我发现几艘战机正向我的冈山机场接近之中，对不对？请求火力支援，怎么支援呢？所以不像俞北辰讲的说，他们解放军用不了 Google， 反倒是我们自己照片传不出去。对，那你说综合舰这个也不要骗人。各位会不会觉得跟前一阵子杜鲁门号被这个航空母舰被一艘这个货轮撞，情形有点类似？那就代表什么？代表我跟你讲很可能是雷达操作手是新兵，他是自愿意的，那个一定要经过1-2年以上，他才看得懂那个雷达上面那个讯号是杂波还是快艇。对他根本就分不清楚，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当然搞不清楚。那个新兵嘛，老兵退伍，大家都不去当兵了嘛，就自愿意他找不到人，训练不熟练，他就分不清楚。那试问一下，你现在在这边每天讲兵凶战危、台海这种危机，那如果那条船是无人艇，上面装的是自杀炸弹呢？那对你撞一下，你不是综合舰整个就报销掉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我们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当做笑话看。但是如果说真的发生在战时，你想想那后果会有多严重？当个军人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把这种事情当做一个花边新闻，当做一个八卦新闻在看。好，来请教杨老师。这个所谓社会防卫韧性的实地演练，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就是在意它了。那该不该做？其实严格来讲是该做了，只不过是他做的时间点，他做的规模，
以及一起参与的，就是 AIT 的这个人员，那让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是赖清德在喊狼来了，好，也就是是不是有在酝酿战争氛围？是这样子吗？什么叫做社会防卫？它不是城镇战，那里面其实并没有军队，哦，它也不是巷战，它其实应该是在战时的时候减少社会冲击，哦的一些作为，比如说救灾啊、火灾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灾难。那这里面比较有一点让人就是质疑的是，他去强调重要设施的协防，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使用到武器，也不一定。哦，但是你知道战时人心惶惶的时候，也许会有原来潜伏的间谍开始在运作，然后呢，针对一些这个基础设施可能在破坏，这个可能是叫社会防卫韧性。当然，它也是一种心理战，它也是一种所谓社会安置或安抚哈。但我要提的是，他讲这个时间点以及他在做这个事，那特别 AIT 的参与。AIT 的参与千万不要误会是美国在协防台湾，这个完全不能划等号。我最多是在解读说美国判读台海之间紧张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发生战争的时候，希望台湾的社会防卫韧性能够强化，为美国的决策来协防或与否增加时间。我觉得来协防与否，我大概都是帮他讲话了，一厢情愿哈。也就是说，美国的反应怎么去做，为他增加时间。所以这个狼来了，问题是狼不会来，因为大陆已经不是狼了，它是一个狮子啊，一个觉醒的狮子，一条龙啊。狮子是很有耐心的，攻击的时候是非常强力的，而且呢，会非常快速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都讲两种嘛，就是台海之间紧张，那可能会作战模式、封锁模式。前几天那个《华尔街日报》讲的那个所谓封锁模式，那不对，那是个混合模式，那根本已经在采取作战了。什么叫作战模式？比如斩首，比如说攻击要地、要塞、基础建设、港口、机场、雷达，然后呢，也许开始登陆。然后或者是这个降落，那封锁呢？当然很清楚，那就针对我们的天然气、油的封锁。其实还有一种，我把就切香肠。举例而言，他断掉你2万经贸；举例而言，他要求你来政治谈判；举例而言，他占了你一个小外岛东沙，这个都不会引起国际的制裁。但是你台湾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被切香肠，大概你的社会、经济、股市就开始会瓦解。所以赖清德准备这个社会防卫韧性你多多加强。好，请教邱老师。雅雅回到了大陆了，他如果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他一定觉得他很冤，因为他在抖音里面谈的只是一个他希望看到满街的红旗飘扬，可是赖清德呢，他是真的在引战啊，真的想把武统引到台湾来啊。大陆想不想打？就习近平来说，他不想打嘛。为什么不想打？因为大陆内部的经济问题非常的严重，他要处理他内部经济问题，他都没有余力来挑动台海战争。另外的，现在中美博弈啊，中美的贸易战才是重点所在，而且他现在要做世界和平的缔造者，他要做民族复兴，他不会因为去打理台湾，破坏他世界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嘛，所以他不想打嘛。可是问题是，台湾有民族主义，大陆也有民族主义啊，民众没有办法想得这么深刻，所以民众一定会给中央压力，所以他只好常常来一些军演，然后变成实弹演练，然后让民众觉得说，至少可以感觉到好像收复台湾就在眼前的样子，而他也演得非常的真。我们如果把从裴洛西到台湾第一次的围岛军演，
到后来历次的围岛军演，几个演习的地点，把它综合起来，你发现全部就是把台湾围成一个铁桶。因为围成铁桶不是只过海峡中线，它根本已经到了临街海域，到24海里以内了，所以会常常发生船舰的碰撞嘛。这些船舰的碰撞就会引起台湾的一阵恐慌嘛。所以真的在引战的，在引出问题的是谁？是赖清德嘛。而赖清德缺德在哪里？他缺德就在于他现在要搞到全民皆兵，把所有台湾人民都绑上台海战争的战车上面。为什么？因为如果台海关系紧张，战云密布，第一个，他抗中保台的民粹就容易鼓动，对选举有利呀，对大罢免战也有利呀。第二个，他脑袋里面想的不是做总统啊，他脑袋里面想的是做皇帝呀。他就是在搞戒严嘛，所以他要搞内戒严，或者将来搞戒严，他就必须把整个台海关系搞到紧张。而他假设大陆是不会打的，他也知道，所以他把台海搞得紧张，正好在所谓的战争边缘，对他全力一把抓最有帮助。我最后2句话，赖清德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演习里面说搞城镇战，大家在谈乌克兰模式还是加萨模式啊？加萨模式好像比乌克兰模式更相近于台湾，比较像将来可能出现城镇战的方式。但是我告诉你，大陆不会给你搞什么城镇战，也不会找什么抢滩的地点，他要做就是闪电战，就是斩首行动，很快的就解决了。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作战计划的内容嘛。好，再者吧，你以赖清德来说，怎么会加萨模式？怎么会是乌克兰模式？它的模式，第一个叫做大马士革模式、阿塞德模式。什么叫阿塞德模式？朱拉里围在大马士革还没到，阿塞德坐飞机就溜了。这是赖清德第一个模式。叫做大马士革模式，或者叫阿塞德模式。现在阿塞德人在俄罗斯。好，第二个模式就是大陆谈的很多的北平模式啊。北平模式就是傅作义模式嘛。所以为什么他一看到什么柯文哲的那个USB 的档里面出现了傅东局，哎呀，好气呀！为什么？那是他的专利呀，他怎么可以让别人抢走了？傅作义模式就是当大军压阵，还没有抢滩登陆之前，就先投降啦。所以在赖清德心目中，不要去想什么乌克兰模式、加萨模式，就是我讲的2个模式，一个是溜跑掉，叫做阿塞德模式；另外一个是投降。有没有贵我是不知道了，但是投降啦，这就北平模式吧，就傅作义模式吧，就这2个而已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